草莓是温带植物，比较适合凉冷的天气，所以说想在南部种草莓，光想就知道难度有多高了。高雄就有一对夫妻，却花了7年的时间，培育出适合南部气候的草莓苗，而且成功的种出扇子形状的爆甜草莓。夫妻俩其实原本都不是务农的，回乡的初衷是为了想要陪伴父母亲。原本在珠宝业的太太，还把草莓当作红宝石一样的细心呵护。一家人挑战了别人眼中的不可能，齐心努力，在自家的农地品尝到甜蜜幸福的滋味。确认它都是整颗红色之后，我们再扶着它，然后再靠近它的地头的地方剪下去。很有成就感，因为你会发现那些果实都特别的大，就是超乎你所想的那个大小。每到采收季节，李嘉文总会带着小推车进到草莓园，寻找美丽的红宝石。2期果的时候，它会因为它的养分跟植株就刚好在这个时候会一起集中，所以它的梗除了特别粗以外呢，它长出来的果实也会特别的大颗。像是这种扇子草莓，通常出现在营养丰富的顶花芽，因为花托细胞分裂活跃，才会变成扇子的模样。虽然外观不是一般的水滴状，却常有爆甜的惊喜。以前我是卖珠宝的，所以我就会把草莓当作是珠宝在善待它。草莓尽量少触摸，因为它就是很容易就是皮就会受伤。这边再把它剪下去，因为这样子呢，它也不会去放到篮子，也比较不会去刺伤草莓。就像是珠宝要避免氧化蒙尘，草莓想要有宝石光泽，得供应充足养分，还得小心病虫害。这个老叶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以前的那虫卵啊，或者是一些虫害，像这个就是会影响到它植株的吸收，所以这个老叶我们都会把它剥除掉。草莓碰到水呢，就容易腐蚀，就容易烂掉。好，所以这样子草莓比较不会泡在水里面。盖上黑云布主要是草莓，它生长出来以后，它就不会碰到土，就比较不会烂掉。李嘉文的先生叶信恒是打造草莓园的关键推手，原本也是个门外汉。我在外面职场待了17年，也是从基层的业务，然后当到业务主管。那台湾也是跑透透，好但是呢，那个压力其实真的是很大。他想一想，自己离乡背井多年，在高雄老家务农的爸妈年事已高，该是回家陪伴他们的时候了。本来一个月薪水几10万，你雄雄讲要死开，要来做我这，哎，就讲我若去大人我真正忧郁症啊！我讲哪呢好？他如果再待下去，他会死掉啊！要来接我的棒，那是最好的啦。叶信恒的父亲曾经是职业军人，退役后和太太一起务农，这整片芭乐树都是他种的。有一个教授人家送他5颗芭乐，然后他没有种那么多，就3颗给我，然后我3颗就随便种，结果种起来哇，怎么这么好吃？我的女儿他们很喜爱吃，然后我就把我的田地全部都种拔了，种了差不多150颗。无心插柳的不止芭乐，后来大量种植的草莓也是如此。我太太买了两盆草莓栽啦，生得很好。然后它过夏天的时候，就有1盆就死掉了。我想剩下这1盆，我就把它放在树下，放在一棵杨桃的树下，它就在那里生长得很好，而且长得很漂亮。但这里是四季如夏的高雄，如果想要大量种植草莓，不能只靠运气。
在南部种草莓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天气很热。一般我们都知道草莓都是在大武，苗栗大武那边，因为那边真的是天气凉爽，很适合种草莓。但是南部真的是很辛苦啦，我也是钻研了7、8年了以后，才慢慢了解到草莓的特性，然后就在这边育苗啊。然后呢，他们小时候就在很热的气候下、温度下去长大，那自然而然，它在到了中秋过后去种植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适应南部的气候，然后就存活率可以提高很多。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草莓在走茎，有一个芽点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把它固定，用一个小叉子把它固定在小盆里面，然后让它根系长出去以后，到了中秋过后天气比较凉爽了，我们就把它种到大的盆栽或种到田里面去，主要还是它的土壤。土壤你要选对，它比较喜欢偏酸性的土壤。草莓的花很特别，它本身是雌雄同体，雄蕊跟雌蕊都在同一朵花上面，所以当然在网室里面或温室里面种植的草莓，它只要有风吹过，让它叶子那个草莓有震动的话，它就会授粉了。从原本什么都不懂，到能自行培育适合南部气候的有机草莓苗，是他一路走来不断试错换来的成果。城市也尝试过很多的品种，但后来我还是最终选择了美姬，因为它果量多，而且大颗，然后它吃起来呢不是只有纯粹的甜，还有酸的带一点酸度在当中。那主要是它果量多，适合开放人家来采。有时候草莓量多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熬成果酱或做成其他的产品。柴烧草莓酱是用盛产期的草莓切成小块，不断搅拌熬煮而成。用慢火去熬煮，所以呢，它在熬煮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在慢炖，所以它的风味跟它的味道就会是比较有沉浸式的那种效果。刚煮好的时候，趁它那个热的余温然后让它整个赶快装进去，就是密封的话，就是顺便可以帮我们消毒。在料理过程中找到变化的乐趣，先是把新鲜草莓熬成柴烧草莓酱，接着再把做好的甜蜜酱料拿来腌肉。经过果酱的腌制之后，它可以消除它本身的肉的腥味。那它在煎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点焦糖的香气，还有一点像水果的那个果香。然后我们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去克服它。然后我们就是即使遇到了一些失意或是挫败的时候，但是我们都没有气馁，一起在这边共事，一起务农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也没有说一定要赚很多钱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每天过着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有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心境的转变是回家后的最大收获。只要珍惜当下，每一天都是生命中最好的那一天。